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呢，这个短片是关于我的迷你香水文心兰，英文叫做 Oncidium Twinkle， 它是一个 Red Variety 红色的品种。在台湾其实在这个时候你去建国花市应该都蛮常看得到这种迷你的香水文心兰，那很多人也称它叫做跳舞兰，因为其实它的小花一旦全部开了之后，就感觉上这颗兰花是在跳舞一样，非常的轻巧。那今年呢，这一颗总共抽了九根花梗所以一旦它们全部盛开，我觉得会相当的漂亮。我目前呢，其实有白色的品种，也有这个红色的品种。那我其实非常希望能够在美国找到黄色的品种，以及另外一种品种叫做 Cinnamon， 它比较接近橘红色。那我这一种是粉红色。好，那你可能会发现你看我现在种的这个戒指，它是一颗一颗的。其实这个东西呢，在台湾应该叫做发泡炼石，它其实也是一种一种 clay 做成的但是它是经过高温值的烧烤膨胀但是它也蛮吸水的。那我这一种种植方式在英文叫做Semi-hydroponics， 那它其实 Hydroponics 顾名思义，如果你去查一下它的中文翻译，其实就是水耕水培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一种半水耕因为它叫 Semi， 前面有一个字叫 SEMI Semi-hydroponics， 所以这个整个这样子的种植方式一个塑胶杯里面装着这些发泡炼石，然后你看到我那边有钻2个孔，这2个孔呢是能够在底部形成一个就是一点点的小水池一个 reservoir 蓄水的地方，然后上面的部分呢全部都是靠水分的蒸发以及这个发泡炼石慢慢的把水透过虹吸作用吸上来，进而让这个兰花能够得到能够补充水分，所以这样的方式叫做 Semi-hydroponics， 中文就变成是半水耕那这种的方式跟半水培，也就是裸根泡水2天，然后让它干5天的方式又有点不同。那如果各位兰友有兴趣的话呢，我也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透过这种半水耕的方式，利用发泡炼石来做半水耕的方式养殖种植我其他的蝴蝶兰文心兰等等。那通常就是在给水之后，我还会把它再放回去这一个蓝色的外杯那一方面是美观，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外杯能够隔绝一些阳光的直射，所以这个内杯就是发泡炼石跟透明杯子接触的那一面，就比较不容易会产生青苔这样的东西。一方面是美观，那在我做这个用这种发泡炼石半水耕的种植方式，以我的经验来说，虽然说这些青苔不会造成太多负面的影响，但如果是因为美观的话我还是把它放到另外一个外杯去那再来就是这一种种植方式在美国是相当的受欢迎一方面也是因为如果出远门的话，你就不需要担心没有人能够浇水。那第二个呢，其实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除非兰花长到某一定的程度够大了，否则你真的不需要换盆，因为发泡炼石不会分解，所以不会产生酸性物质伤害根系否则的话，如果是像水草或者是树皮，你其实固定个1-2年、2-3年，你就必须要为兰花换盆换介质。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